我要先跟你講一個跟你在網上看到的所有台灣好慘視頻完全相反的數字。2025年，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成長了 1.4%， 實質就是扣掉物價之後，也就是說，購買力是真的變多了一點點。而且這個 1.4% 是近5年來最大的增幅。同一年，經常性薪資平均成長 3.09%， 是26年來最大增幅。我知道你現在的表情，因為體感完全不是這樣，體感是越來越喘。那些告訴你台灣薪資倒退回2004年的視頻說錯了嗎？他們不是說錯，他們是拿10年前的舊數據放在2026年講給你聽。因為舊的憤怒比新的真相好買。但這裡才是真正詭異的地方，如果薪水真的漲了，為什麼你更痛苦？如果只是老闆貪財團吸血，那薪水漲了，你應該就要好過一點。可是你沒有，這就代表問題不在薪水漲了多少，問題在你的薪水跟你要買的東西根本不是在同一個市場裡定價的。今天這期視頻，我不跟你數10個慘況，我要做的是拆機器。我要告訴你，台灣這台經濟機器靠哪3個齒輪把國家的富有變成你個人的貧窮。而且我會告訴你，最後那個齒輪已經開始反過來咬自己了。一個前提我先講清楚，這期片子裡出現的每一個數字都來自主計總處、經濟部、內政部、勞動部或中央銀行的公開統計。片尾我會把來源全部列出来，因為要拆穿假數字，自己就不能用假數字。要看清楚一台機器，得先把貼在上面的假標籤撕掉。網上流傳最廣的3個台灣慘況數字，我一個一個拆，不是為了幫誰講話，是因為用假的憤怒解決不了真的問題。假數字1，人均 GDP 3萬多美元，關我什麼事？先講清楚人均 GDP 到底是什麼。它是這塊土地上1年生產出來的所有價值除以人口數。注意，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發到你手上的。這裡面包含企業的營業利益、外資股東的分潤、折舊與再投資、政府支出。這些是真實的產出，但他們從來就沒有要進你的薪資袋。所以2024年台灣人均 GDP 是33983美元，這不是平均每個台灣人賺這麼多。這句話從一開始就翻譯錯了。還有一件幾乎沒人講的是，這個數字是用美元算的。主計總處自己就公開講過一個例子，2023年台灣經濟是成長的，但因為匯率因素，換算成美元的人均 GDP 反而從32827美元掉到32442美元。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長蔡玉泰也說過，人均 GDP 會受匯率影響，蝙蝠大的時候，就算經濟成長率往上走，美元計價的人均 GDP 仍可能衰退。你被拿來羞辱的那個數字，有一大半是匯率变出來的。記住這件事，第3幕會回來咬你一口。假數字2，台灣連續3年把韓國踩在腳下。錯的，台灣是2024年人均 GDP 首度超過日本，33983對日本約32859美元。至於韓國，是2025年才睽違23年重新超過。而且主計總處在2025年3月的預測裡，本來還估台灣當年會再被日本反超，是後來 AI 拉動出口才把數字推上去。我為什麼要糾正這個？因為當一支視頻用我們贏日韓來墊高你的反差感，卻連贏了幾年都搞錯，那他接下來給你的所有結論，你憑什麼相信？假數字3，外勞月薪6到8萬，比台灣年輕人高。這是3個裡面最需要被打掉的一個。勞動部2025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2025年6月，事業單位移工的經常性薪資平均3萬元，加班費5100元，2項合計3.5萬元。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常性薪資2.1萬，加班費2800，
合計 2.4 萬元。3.5 萬，不是6萬，更不是8萬。而且这个数字之所以涨，主因是最低工資調升，也就是說，移工是貼着法定下限那條線在走。到2025年11月底，台灣有 86.58 萬名移工。這個數字確實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完全不是他們比你有錢。真正的問題是，當一個產業永遠可以用接近基本工資的價格請到人，他就永遠不需要買機器、改流程、加薪留人。移工的存在沒有搶走你的薪水，移工的存在讓你的老闆不必加你薪水。這兩句話聽起來像，差很多。第一句讓你去恨一個跟你一樣在打工的人，第二句讓你看見問題在資方的投資決策。好，假標籤撕完了，現在來看機器。台灣真正的傷口藏在2個數字的距離裡。主計總處2025年全年統計，每月經常性薪資平均數47884元，每月經常性薪資中位數38406元，差距將近1萬塊。而且有 69.74% 的受僱者領不到那個平均數，這個比例還在創歷年新高。我用最簡單的例子解釋這2個數字的差別。一間辦公室10個人，9個人月薪4萬，1個人月薪40萬，平均是 7.6 萬，中位數是4萬。新聞標題會寫該公司平均月薪 7.6 萬，那9個人看到標題會覺得自己是廢物，但他們不是廢物，他們只是站在中位數那一邊。那是什麼把平均數拉那麼高？主計總處按行業別的中位數統計，給了最清楚的答案。2024年全年總薪資中位數，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含半導體 87.6 萬元，年增 9.55%。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89.9 萬元，金融及保險業 110.6 萬元，而其他服務業美容美髮這類 38.1 萬元，而且是負成長負 0.48%。87.6 萬對 38.1 萬，同一座島，同一年。再拉長看10年，主計總處統計近10年各行業中位數成長幅度，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正 52.49%， 製造業整體只有正 23.05%。這3組數字就是整期視頻的核心。現在我要給你今天第一個關鍵概念：全球定價跟本地定價。台積電賣一片晶圓，價格是誰決定的？是蘋果，是英偉達，是全世界。是一個以美元計價、供不應求、幾乎沒有替代品的全球市場決定的。所以它的營收可以一年跳3成。他拿的是全球定價。那你家巷口的滷肉飯一碗定價多少？是誰決定的？是隔壁那家滷肉飯。是台灣人的荷包。是漲5塊就有客人在網上罵的那條線。這叫本地定價。牙醫助理又叫老師，餐飲店長、行政人員、貨運司機、便利商店店員，絕大多數人的工作都在本地定價這一邊。而本地定價這一邊，價格的天花板是什麼？是台灣人自己的收入。停在這裡想3秒。你的薪水就是別人的消費力，別人的薪水就是你的定價上限。所以會發生這件事，當70%的人月薪不到 4.8 萬，內需服務業就永遠漲不了價，漲不了價就給不起薪水，給不起薪水，老闆就更沒有動機買設備、改流程，不投資，生產力就上不去，生產力上不去就更給不起薪水。這是一個閉環，他自己會賺，他不需要任何一個壞人。這也是為什麼你不夠努力這句話這麼傷人，卻又這麼廢。你再努力也改變不了你的產業是誰在定價。而這2群人，
比例是多少？經濟部2026年最新統計給了答案，而且比網上流傳的版本更精確。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電子零組件業 60.5 萬人，加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 24.5 萬人，合計約85萬人，佔整體製造業的 29.1%。製造業裡每3到4個人就有一個在這個領域，聽起來不少，但你要跟全國比。主計總處統計，全國受雇員工約 856.7 萬人，也就是說，每10個受雇勞工不到1個在資訊電子業，剩下超過90%的人站在這一波 AI 大爆發的果實之外。如果用更寬的就業人口口徑看，2025年台灣就業人口1162萬人，受雇於電子零組件業與資通業的只佔 7.7%， 90%以上，這才是真正的比例。現在這2群人，全球定價的人跟本地定價的人住在同一座島上，用同一種貨幣搶同一批房子，真正的悲劇從這裡開始。現在把機器打開，齒輪1，利潤和薪水走的是2條不同的路。先看一組我認為全片最有殺傷力的數字。經濟部統計2024年製造業營業收入 21.9 兆元，年增 7.6%， 營業利益 2.2 兆元，年增 29.5%， 營收漲 7.6%， 利潤漲 29.5%， 利潤的成長速度是營收的將近4倍。再看電子零組件業單獨一項，營收年增 10.7%， 營業利益年增 42%， 營業利益率 23.2%， 創歷年次高。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營收年增 34.1%， 營業利益年增近5成。那同一年薪水呢？主計總處2024年全體受雇員工全年總薪資中位數 54.6 萬元，年增 4.03%， 利潤 42%， 薪水 4%。我不需要加任何形容詞，這2個數字放在一起，就是台灣過去20年的全部故事。而且請注意，這不是有人偷你的錢，這是分配機制本來就長這樣，利潤歸資本，薪資歸勞動。而當一個產業的護城河夠深，議價能力夠強，多出來的那一塊就會往資本那一邊流。齒輪2，匯率，那個沒有人跟你收，但你天天在繳的稅。2025年底，經濟學人寫了一篇文章，直接點名台灣央行。他的指控是，央行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讓新台幣長期偏低，這相當於對消費者課稅，因為進口的食物、燃料全部變貴，等於犧牲家庭的購買力去補貼出口商。他還算了一筆賬，1998年以來，台灣生產力增加1倍，但薪資沒有同步成長，單位勞動成本下降了 25%。這篇文章有多重？重到央行在2025年12月18日理監事會後發布公開說明，一條一條回應。我把央行的說法也講給你聽，因為只講一邊那叫帶風向，不叫解說。央行說，第一，匯率升貶對貿易順逆差的影響沒有想象中大。第二，台灣經常賬順差持續擴大，反映的是國內長期儲蓄高、投資低的結構問題。第三，勞動報酬份額下降，主因是全球化、技術進步、金融化以及製造業往高資本密集發展。而且央行自己給了一個數字，近20多年來，台灣勞動報酬份額下降了 5.1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自己承認的。好，現在給你我的看法。這兩邊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端。經濟學人說，便宜的台幣把家庭的購買力轉給了出口商。央行說，不是匯率的錯，是台灣儲蓄太多，投資太少。那我問你，為什麼台灣會儲蓄太多，投資太少？因為賺進來的外匯太多，內部值得投資的產業太少。央行的同一份文件裡引述，2025年台
台灣的經常賬順差已達 GDP 的 16%。這個 16% 是什麼意思？我用最白的話講，台灣每年跟全世界做生意賺進來的錢遠遠多過我們花出去的，多出來的那一大坨沒有變成你的薪水，也沒有變成國內的新工廠、新產業，它變成了外匯存底，跟一堆在國內找不到出路的錢。一個國家長期賺的比花的多，聽起來像美德，但在總體經濟裡，這通常代表一件事：這個國家的家庭部門被壓抑了。齒輪3，那一大坨找不到出路的錢，最後去了哪裡？錢多，投資機會少，利率就會被壓下來，而且會壓很久。然後錢只能往一個地方去。看央行的數字，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餘額，2026年6月達11兆8127億元，續創歷史新高。全體銀行不動產貸款占總放款比率，2024年6月底一度高達 37.6%。也就是說，全台銀行體系放出去的錢，將近40%壓在不動產上。這是央行自己在評估銀行信用資源是否過度流向不動產部門使用的指標。於是我們有了這組數字。內政部2025年第二季，台北市房價所得比 15.41 倍，房貸負擔率 67.23%， 新北 13.03 倍，台中 11.9 倍，高雄 9.61 倍，台南 9.38 倍，桃園 8.65 倍。房貸負擔率 67.23% 是什麼意思？中位數所得的家庭每個月要拿超過7%的可支配所得去繳房貸，國際標準是低於 30% 才叫可合理負擔，6度沒有一個達標。好，現在我要講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如果你今天只記得一句話，記這句：財富沒有繞開你，它變成了你隔壁那棟樓的價格。你聽到的所有視頻都在說經濟成長的果實，普通人沒分到。我認為這句話是錯的，而且錯得很危險。台灣過去20年的經濟成長，果實確實流進了社會，但它沒有以薪水的形式發下來，它以資產價格的形式凝固下來了。而資產只發給已經有資產的人。同一場經濟成長，對你父母那一輩的有房者來說是賬面財富翻倍，對現在28歲的你來說是入場門票的價格翻倍。你不是沒有分到，你是被收走了。這就是為什麼拼命工作在台灣特別無力，你是在用一個中位數十年漲2%的引擎去追一個資產價格翻倍的目標。這在數學上追不上，跟你努不努力沒有關係。到目前為止講的都是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為什麼未來10年會比現在更難。這件事幾乎所有講台灣低薪的視頻都沒有提。內政部2025年12月人口統計，新生兒10.0812人，連續第10年創新低，年減 20%。死亡人數20.268人，總生育率 0.695， 全球最低，也是有統計以來崩跌最快的一年，前一年還有 0.885。 65歲以上人口467萬人，占 20.06%， 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總人口 2329.9 萬，連續2年負成長，一年少了10萬人。死亡人數接近出生人數的2倍。大部分視頻講到這裡會說，因為年輕人買不起房，所以不生。這句話對，但他只講了因果的一半。我要告訴你的是，因果已經反轉了。少子化一開始確實是低薪高房價的結果，但從現在起，它變成了低薪的原因。用最直白的算術給你看，未來的健保、勞保、長照、國民年金都是工作的人繳錢，退休的人領錢。當繳錢的人越來越少，領錢的人越來越多，只有3條路：繳更多、領更少，或者制度垮掉。
現實上會是3個同時發生一點點。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就算未來10年你的名目薪水每年漲 3%， 你實際拿到手的可支配所得可能幾乎不動，因為漲的那部分會被健保費、勞保費、稅還有物價一層一層吃掉。這就是那個閉環的最後一環，也是最狠的一環。你因為太窮，所以不生小孩，沒有小孩，導致未來的社會負擔更重，未來的社會負擔更重，讓你更窮。他咬住自己的尾巴了。而國發會的推估已經把時間表往前挪，原本估2070年台灣人口減半，若照 0.695 的生育率推算，最新可能提前到2065年跌破1200萬人。我講這個不是要嚇你，我講這個是因為，如果你以為只要熬過這幾年就好，那個假設是錯的。這不是景氣循環，這是結構性的單向道。你必須用這件事不會自己變好的前提去做你的人生規劃。現在來到最難的部分，個人解決不了結構問題。任何一個財經頻道，如果告訴你只要努力，只要投資，只要買這個，你就能翻身，他在賣東西給你。結構性的問題需要結構性的解方，住宅政策、產業多元化、匯率正常化、稅制改革。那些需要選票，需要輿論，需要時間。但是在你等待結構改變的那20年裡，你還是得活。所以我給你一個判斷框架，不是投資建議，是一個想事情的方式。既然整期視頻的核心是全球定價 vs 本地定價，那麼個人唯一的槓桿就很清楚了，想办法把你自己從本地定價那一邊往全球定價那一邊挪一點點。不是叫你去考台積電，是3個方向。1. 技能的定價半徑。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的技能是賣給方圓5公里，還是可以賣給全世界？一個只服務本地客戶的設計師，跟一個接得到日本、新加坡、美國案子的設計師做一樣的事，定價可以差3倍。差別不在技術，在客戶的購買力。2. 資產的貨幣結構。第2個問題，你的錢、你的收入、你的未來，是不是全部壓在同一個經濟體、同一種貨幣上？我不會告訴你要買什麼，那要看你的年齡、負債、風險承受度，而且我不認識你。但我要你意識到一件事，如果你的薪水是台幣，儲蓄是台幣，資產是台灣的房子，那你等於是把一輩子的身家全部壓在一個生育率 0.695， 人口正在減少，而且處在地緣政治前線的單一市场上。這在配置上叫做集中度風險。不管你看多還是看空台灣，先認識到你目前的部位有多集中，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3. 時間的性質。第3個問題最抽象，但可能最重要。你一天的24小時裡，有多少是在賣時薪？有多少是在累積一個之後可以自己產生價值的東西？賣時薪的收入，天花板是小时乘时薪，而且你一睡覺它就停。累積型的東西，技能、作品、信譽、資產，一個小生意，它有複利。而台灣的困境是，長工時讓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第2種時間。勞動部統計，2024年台灣受雇者年總工時 2030.4 小時，比2023年還多了10小時，而且是連續第4年增加。所以，如果你要做這件事，你得非常刻意的從生活裡挖出那一小塊時間，可能是每天1小時，可能很痛苦。我不會跟你說這很容易，也不會說3個月見效，它可能要5年、10年。但我要你知道，這是少數幾件機器沒辦法幫你決定的事。最後，回應一個現在最流行的說法，很多人說躺平是理性的，因為當你把所有數字算完，房價所得比15倍，房貸負擔率 67%， 中位數10年只漲2成，你會發現努力的期望值太低，所以放棄是理性的選擇。這個計算，我承認它沒有算錯。但我要補一句，躺平是理性的，但它也剛好
是這台機器最需要你做的事。因為當你不再议價，不再跳槽，不再要求加薪，不再學新東西，不再去投票，不再对政策生气，這台機器就可以永遠這樣轉下去，不需要做任何調整。你的放棄是它最低成本的潤滑劑。我不是要你打雞血，我是要你分清楚兩件事。我不做那些期望值太低的事，這叫理性。我什麼都不做了，這叫投降。這兩件事看起來很像，但一個會讓你活得更聰明，另一個會讓你活得更小。台灣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 GDP 不夠高，它是全世界最先進的芯片產業，配上全世界最低的生育率，一個把未來做給全世界卻沒有留給自己的社會。而這件事能不能改，其實不取決於台積電下一季賺多少，它取決於那70%領不到平均薪資的人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不是輸家，只是被分到了另一套定價系統裡。你的工作是在全球定價那一邊，還是本地定價那一邊？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一件事，試着把自己往另一邊挪？如果這期視頻講清楚了你一直說不出來的那種悶，幫我點個讚，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下一期我們來拆房價這個齒輪到底能不能被拆掉？我們下期見。